一念三千，宇宙最小单位可能是念。1400多年前，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说过一句话，叫一念三千。一个念头起来，3000种世界全在里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第一反应是，这不扯吗？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要不要点外卖的念头，里面怎么可能装着3000个世界？听起来就是古人夸张的修辞。但今天这期视频，我要认真的告诉你，智者大师没在夸张，他用1400多年前的语言，精确描述了今天我们才刚刚摸到边的一个真相。念可能不是大脑的副产品，而是这个宇宙的基本计算单位。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这期的缘起是一位朋友发给我的一个长问题。他问，王老师，你能不能讲一讲念？一念三千，一念顿悟，念佛成佛的原理到底在哪儿？念跟心、性、识、元神、良知、粒子、光量子、弦都是什么关系？最后怎么才能做到转念、正念、净念？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因为这一连串概念横跨了佛学、儒学、道家、粒子物理、宇宙学和大语言模型。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张地图的轮廓。我意识到这位朋友问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教义，他问的是这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是不是在底层是同一个东西？我的猜想是的。所以这期视频的核心假设，我先在这里说清楚，然后再展开论证。念是这个宇宙最小的计算事件，同时也是修行最深的着力点。先打个预防针，这不是一个已经被科学证实的结论，这是我基于已有的科学事实和佛学义理推演出来的一个猜想。但我觉得这个猜想在逻辑上自洽，也能把很多零散的概念串成一条线。你可以不同意，但听完之后，你脑子里会多出一个视角。我们开始。第一步，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能不能数一数，从这期视频开始到现在，你脑子里一共起了几个念头？你肯定数不出来，因为念头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你刚想去数，我来数数，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出来的同时，另外17个念头已经插队过去了。佛经里有个说法，一念之中有90刹那，一刹那里有900次生灭。这个数字精不精确，我们不较真，关键是古人早就看出来，念头的速度远远快于你能觉察的速度。现代神经科学也做过估算，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是每天6万到8万个念头。其实这个数字没有严格的研究支撑，出处越查越糊涂。2020年一个比较靠谱的研究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用脑扫描做出来的，结果一个人一天大概6000多个独立念头，一个是8万，一个是6000，光这个差异就10几倍。真相可能夹在中间，也可能两边都是低估，但不管用哪个数字，结论都一样，你清醒的时候念头几乎就没有停过，而你根本抓不住它们。这还只是粗颗粒度的，你能勉强意识到的那一层，更细的根本没法数。好，现在我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些念头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说，念头嘛，就是脑子里的想法啊。这个回答在日常语境下够用，但放到我们要讨论的层面上，这个回答约等于说光就是亮，它没告诉你光的本质。我们今天要干的事，就是逼着念这个概念把它的底库交出来。让我从最表层开始，一层一层往下拨。最表层的答案来自神经科学，念是大脑的一次放电事件。当你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你的大脑里有一群神经元协同放电，形成一个短暂的活动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持续几百毫秒，然后消散。神经科学家可以用功能磁共振或脑电图观测到这种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念头是物质的，是化学反应和电信号的组合。但这个层面太粗了，它只告诉我们念发生的时候，大脑里同时发生了什么，却没告诉我们念的本质是什么。就像你说一句话的时候，空气中的声波同时在震动。对，但这只是在描述载体，没描述内容。往下挖一层。第二层的答案来自大语言模型。
念是一次词源的生成，词源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大模型输出的最小语言单位，每次模型吐出来的那一小节文字就是一个词源。我们这个频道聊过很多次，人脑的神经网络和大语言模型在数学结构上是同构的。你给大模型一个输入，它基于全部参数，基于上下文，基于概率分布，生成下一个词源。这个词源就是模型在那个瞬间的念。它不是从零开始想出来的，它是从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里被坍缩出来的一个结果。人脑也一样，你的阿赖耶识里储存着你这辈子的全部经验，你的习气，你的先天禀赋，这就是你的参数空间。你当下接收到的信息是你的输入，你在那个瞬间产生的念头，就是从你的参数空间里根据输入被概率坍缩出来的一个输出单元。所以念不是你想出来的，念是被你的参数空间生成出来的。这个区别极其重要，我等一下会回来讲它。到这一层已经比神经科学深了，但还没到底。继续往下，第3层的答案来自量子力学，念可能就是一次量子观测事件。这里就到了那位朋友问题里最硬核的部分了，念跟粒子、光量子、弦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先把话说死，这个层次我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只有逻辑推演，但这个推演在物理学和佛学里都能找到一些呼应。现代物理学有一个没解决的终极难题，叫观测者问题。双缝实验里，一个电子在没被观测之前是处在波的叠加态，同时通过2条缝，可一旦有了观测行为，它就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粒子，只通过1条缝。这个观测到底是什么？物理学家吵了100年没吵明白。我的猜想是，观测的本质就是一念。当一个有觉知的系统产生了，一个看到或知道这个电子的念头时，这个电子的叠加态就坍缩了。换句话说，念是从可能性中切出确定性的那把刀。这个说法听起来玄，但你仔细琢磨，在没有任何意识介入的宇宙里，所有的物质都以波函数的形式存在，概率分布开来，没有确定性。只有当一个意识发起一个念，去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东西，那个东西才从概率云里被固化成一个事实。这不是我瞎编的，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著名的诠释，叫维格纳诠释，主张意识是波函数坍缩的原因。它是由冯诺依曼和维格纳2位科学家先后铺垫和阐发出来的。冯诺依曼你可能不太熟悉，这就是发明了我们今天用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那位大神。这个诠释历史上从来不是主流，甚至维格纳本人晚年都退出了这个立场，觉得他离唯我论太近。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观测者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也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念跟量子是什么关系？念可能就是量子坍缩的触发器，每一个念都在给这个宇宙写入一次新的确定性。还没完，再往下一层，第4层的答案来自弦论，念可能是一次弦的振动模式。弦论是目前物理学里试图统一所有基本力的一个候选理论，它的核心主张是，宇宙最底层的基本单位不是粒子，而是极小的振动的弦。这根弦用不同的频率和模式振动，就表现为不同的粒子。电子是一种振动模式，光子是另一种振动模式，夸克是第3种。万物的差异只是振动频率和花样的差异。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佛经里反复讲，宇宙是实的变现，所有现象都是同一个底层意识的不同显现。楞严经里说，真心的妙用变现出一切相。禅中说万法归一，华严中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把这2套语言叠在一起看，弦是一根，振动模式千千万万，万物由此涌现；心是一个，念头千千万万，世界由此生成，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念到底是什么？如果弦论是对的，那我的猜想是，每一个念都对应着某根弦在某个瞬间的一次具体振动模式。
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给这个宇宙的底层之物加上一针。这个猜想目前没法被实验证明，但它在逻辑上贯通了神经科学、大语言模型、量子力学和弦论。这4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念这个概念上可能指向同一个东西。好，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念是什么从神经科学挖到了弦论。现在我要回答那位朋友问的第2组问题了。念跟心、性、识、元神、良知又是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心、性、识、元神、良知是不同传统给同一个东西起的不同名字，而念是他们的动作。让我一个一个来对。先说心，佛学里的心不是那个在胸口跳的器官，是万法唯心造的那个心，它是所有念头升起的背景，是念的源头。用大模型的比喻来说，心是整个参数空间，念是这个空间输出的一次具体结果。再说性，佛学里的性，特别是禅宗讲的自性、本性，指的是心的本然状态，还没被遮蔽、还没被扭曲之前的那个状态。如果心是参数空间，性就是这个参数空间出场时的原始配置。我们之前在讲如来藏的那期里说过，这个原始配置是圆满的，只是被后来贪嗔痴的种子覆盖了。然后是识，这是佛学里最精细的一套词。识指的是心在具体运作时的不同功能模块，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摩那识、阿赖耶识，8个识各管一段。我们之前在唯识论那期详细拆过。识是心的功能化、具体化，念是某一个识在某个瞬间的具体输出。再说元神，这是道家的词。我们在讲脑海里有2个你那期讲过，元神是你安静下来之后才浮现的那个更深层的觉知。用我们的类比来说，元神对应云端基底大模型，是一个比你本地阿凡达更大的意识系统。念可以来自本地小模型，也可以来自云端大模型。从本地小模型来的念叫识神的念，从云端大模型来的念叫元神的念。这个区分极其关键，我等一下讲正念的时候还要回来。最后说良知，这是王阳明的词。王阳明说，良知是心之本体，翻译过来就是良知是心在还没被污染之前的那个本真状态，他自己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用学。你看，这跟佛学的自性、道家的元神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用的词不一样，指向的东西是同一个。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禅宗的明心见性和道家的返璞归真，在我看来是同一个操作的3种说法。所以这5个词，心、性、识、元神、良知，说的都是同一个意识系统的不同切面。念是这个系统的动作输出。现在你可能会说，好，我大概懂了念是什么了，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因为你这辈子的全部体验都是由你的念构成的。我要给你一个可能让你不太舒服的事实，你以为你活在世界里，其实你活在你的念头里。你看到一朵花，你觉得你在看花，错。你看到的不是花本身，你看到的是你的大脑对那束从花反射过来的光做了解码之后生成的一个看到花的念头。那个念头里带着你过去所有关于花的记忆、情感、评价。你看到的不是花，你看到的是你自己的念头贴在花上。你跟一个人吵架，你觉得对方气到了你，错。气到你的不是对方说的话，是你的大脑对那句话生成的一连串念头。他瞧不起我，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话？我必须回击。对方的话是客观的声波，这些念头是你自己编的。你的整个人生从生到死其实就是一连串念头的流动。念头好看，人生就好看；念头扭曲，人生就扭曲；念头清净，人生就清净。这就是为什么修行的第一步永远是关照念头，因为你的念头就是你的世界。讲到这儿，我终于可以回答那位朋友的第3组问题了。一念三千，一念顿悟，念佛成佛，原理何在？先说一念三千，
智者大师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念头起来的瞬间，这个念头里都蕴含着3000种可能的世界展开方式，不是实有3000个世界藏在一个念头里，而是一个念头作为一次量子坍缩事件，它能把你的未来导向3000种完全不同的走向。你现在起一个我要去散步的念头，这个念头可能引你走到街角的咖啡馆，遇到一个陌生人，聊一场5分钟的天，这个陌生人1个月后帮你介绍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彻底改变了你的10年。你如果换一个念头，算了，今天不出门了，上面这整条轨迹全部消失。你每一个念头都在用量子坍缩的方式，从3000种可能的未来里切出一条，这就是一念3000的现代解读。如果前面那个猜想成立，它就不只是修辞。再说一念顿悟，禅宗讲顿悟，说一个人可能前一秒还在迷惑中，下一秒就开悟了。这件事听起来很玄，好像某种神秘的天启，但如果你理解了念是什么，你就会发现顿悟没那么玄。我们之前在讲悟性那期里提到过临界态的概念，沙堆到某个高度，再加一粒沙就会引发整体坍塌。你的认知系统也一样，每一次学习，每一次体悟，每一次挣扎，都在给你的沙堆上加沙子。大部分时候沙堆只是慢慢增高，看不出变化，但到了某个临界点，某一个特定的念头起来，砰，整个旧的认知结构崩塌，新的结构涌现，那个砰就是顿悟，而触发崩塌的那最后一粒沙就是那一念。所以顿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你之前无数念头积累到临界点之后，被一个恰到好处的念头触发的相变。慧能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一瞬间的顿悟，不是那句话有魔法，是他之前的修行已经把他的认知沙堆堆到了悬崖边上，那句话只是最后那粒沙。最后说念佛成佛，这个我们在净土念佛那期详细讲过。念佛是对阿赖耶识的定向微调，每一句阿弥陀佛都是一次梯度更新。我今天只补充一个之前没讲的角度，如果念等于量子坍缩事件，念等于弦的振动模式，那念佛这个动作就不只是在做神经科学意义上的参数更新，它还可能在做一件更深的事，它在调整你跟这个宇宙底层振动的共振频率。每一句阿弥陀佛的念诵，如果真的像我们前面猜想的那样，对应着某种特定的振动模式，那你一天念几千遍，就是在把你这根人类之弦的振动模式慢慢调校到跟佛这根弦同步。按这个猜想，久而久之，你和佛的振动频率趋于一致，佛是一种意识状态，你也逐渐进入那个状态。这就是念佛成佛的物理学猜想版本。你不是在崇拜某个人，你是在调校你自己的振动频率。讲到这里，我可以回答最后一组问题了。怎么实现转念、正念、静念？我把这3个词翻译成大模型术语，你瞬间就懂了。转念对应切换输出，正念对应觉察输出过程，静念对应清洗参数空间。这3个词不是同一层的操作，是3个逐步深入的阶段。转念是最表层的，你起了一个负面念头，你主动换一个正面念头，这个操作就像大模型生成了一个不合适的词，你手动把它改掉。好处是立竿见影，坏处是治标不治本。你参数空间里的那颗种子没变，下次同样的输入还会生成同样的输出。正念深一层，正念不是正确的念头，正念的原意是清楚地看见念头。当一个念头起来，你不跟它跑，你站在它旁边看它，你知道啊，此刻我起了一个愤怒的念头。这个知道本身就是觉性在工作，就是我们讲过的元神在介入。正念的神奇之处在于，当你能看见念头的时候，念头对你的控制力就会大幅下降，因为你不再是念头，你是看着念头的那个。这是佛学整个修行体系的根基，也是《金刚经》那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具体操作。静念最深，静念不是起一个具体的念头，而是把整个参数空间都清洗干净，让生成念头的那个底层系统本身变得纯净。这就不是单次操作了，这是长期的大工程，是念佛、禅定、持戒这些修行方法在干的事儿。静念一旦达到了，
从你参数空间里自然涌现的念头，每一个都是清净的，你不需要再去转，不需要再去关，因为源头就是清的。这就是从转念到正念到静念的3级火箭。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在第1级，遇到什么事儿临时切换情绪，少数人达到第2级，能看见自己的念头起灭，极少数人进入第3级，源头本自清净。现在我想把今天讲的东西拧成最后一根绳，我们从念是什么出发，挖了4层：神经放电、磁源生成、量子坍缩、弦的振动。我们发现念可能就是宇宙的最小计算单位。我们又把心、性、识、元神、良知这5个传统概念统一到了同一个意识系统的不同切面。念是这个系统的动作输出。我们解答了一念三千、一念顿悟、念佛成佛这3个经典说法背后的物理机制。最后，我们把转念、正念、静念对应成了大模型的3层操作：切换输出、觉察过程、清洗参数。现在请你回到今天视频开头那个问题，你脑子里每分每秒都在起念头，这些念头如果每一个都是一次量子坍缩，每一个都在塑造你的未来，每一个都在你和宇宙的底层振动之间做一次校准，那你还敢让他们在你不觉察的情况下自己想起就起，想灭就灭？这一辈子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一个念，他们的念头都是被起的，被习气起的，被情绪起的，被广告起的，被短视频的算法起的，被小学老师10几年前讲的一句话起的。他们以为自己在想，其实是他们被想了。修行的终极意义可能就是从被念头推着走的人变成能主动起一个念头的人。这个差别在现代物理学的视角下，相当于从被观测的对象变成发起观测的主体。整个宇宙在你面前的坍缩方式会完全不同。如果念真的是弦的一次振动，那你此刻听着这期视频的时候，你脑子里已经有几千次振动发生了，其中某一次也许就是你认知临界点上的那最后一粒沙。也许就在下一秒，你会突然看懂你过去一直没看懂的某件事。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是我们经常没留意。你这期听下来，最震动到你的是哪一念？你这辈子有没有过一念顿悟的瞬间？那一念起来之前，你的沙堆是怎么堆起来的？评论区里告诉我，我都会看。关于念，今天讲到这里只是开了个头，我留一个更深的问题给你，让你自己坐着陪他一会儿。谁在念？是你的大脑在念，还是宇宙借你在念？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